一口气看完夏朝400多年的历史。夏朝是中国历史上有史料记载的第一个朝代，17位国王，距今已有4000多年历史。公元前2071年，颛顼的6世孙虞因治理洪水有功，接受了舜帝的禅掌，在诸侯的拥戴下即位，定国号为，史称夏朝。他成为夏朝开国君主。即位后，他丈量神州大地，规划九州，发展农业，修建水利工程，使国力繁荣。夏禹被后人尊称为大禹，成为万世敬仰的英雄。公元前2006年，大禹在位10年后去世。大禹死后，大禹的儿子夏启得到民众的支持，发动了对法定继承人伯益的攻击，夺取了王位。然而，这一举动引起了一些部落的不满，有护士公开表示不服，率领部落联盟发起讨伐，爆发干之战，最终有护士落败。至此，禅让制被世袭制取代，公天下变成了家天下。公元前2019年，在位39年的夏启去世，他的儿子们开始争夺继承权，导致内战不断。这一时期被称为五官之乱。最终夏太康获胜即位。然而，夏太康在位期间生活腐败荒淫，不理朝政，导致国内矛盾日益尖锐。公元前2017年，东夷有穷氏部落首领后羿趁夏太康出外狩猎数月不归之际，发动政变，攻占了都城。夏太康被驱逐至割地。这一事件被称为太康十国。后羿掌权后，他拥立夏中康成为傀儡君王。夏中康并不甘心受制于人，他派遣大司马懿侯率军征讨后羿，却遭到惨败。夏中康在位仅7年，便因过度忧郁生病离世。中康死后，后羿拥立其子成为傀儡君王。公元前1082年，后羿发动政变，把夏将赶出都城，自立为王，史称后羿。后羿即位后，放纵荒淫，荒废政事，将国家大权交给亲信韩卓。公元前1970年，韩卓趁势发动政变，夺取权力，并将后羿及其家人杀害，自立为王，将国号改为韩。公元前1946年，韩卓率领2个儿子发动了夏之战，夏籍族人皆被韩军杀死。韩军成功控制了夏朝的统治区域。然而令人意外的是，夏相的妃子怀有身孕，假扮农妇逃回了娘家，并生下少康，为日后的复国埋下伏笔。公元前1915年，夏少康在贞观氏和贞巡氏的帮助下，建立了复国大军。同年，夏少康发兵进攻韩卓，年近80的韩卓被自己的亲戚背叛擒获，交给了夏少康。夏令将其处以极刑，并将韩卓一族斩尽杀绝。至此，夏少康重新恢复了夏王朝的统治地位。夏少康复国后，采取一系列休养生息的政策，有力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。夏朝再度兴盛，史称少康。公元前1877年，夏少康去世，其子夏仲即位。在位期间，他致力于改革军事装备，发明了用兽皮制作的盔甲，极大增强了战斗力。为了完成其父夏少康的遗愿，夏主决定攻打东夷，最终使东夷及海滨各部落融入夏朝，进一步扩大了夏朝的疆域。公元前1871年，在位17年的夏主去世，其子夏怀即位。夏怀统治时期，成功征服了生活在泗水和淮水之间的九夷部落，拓展了夏朝的版图。公元前1813年，在位44年的夏怀去世，次子夏芒即位，他延续了父亲的事业。
夏芒执政期间，创立并延续了数千年的陈祭仪式。公元前1775年，在位18年的夏芒去世，其子夏谢继承了王位。夏谢在位期间，封上顺从夏氏的方国部落，开启了诸侯制度的序章。公元前1774年，在位24年的夏谢去世，由他的儿子夏不祥继位。夏不祥是一位备受百姓爱戴的君主，在他统治期间，夏朝版图达到极盛。然而，晚年的夏不祥认为自己的儿子不如弟弟夏均有才能，于是，在去世前将王位传给了夏均。公元前1697年，在位18年的夏均去世，其子夏瑾继位。夏瑾是一位守成之君，夏朝在此期间国势依然强盛。公元前1689年，在位8年的夏瑾因病去世，夏伯阳的儿子夏孔甲继承了王位。夏孔甲是一位无能的统治者，在此期间，夏朝逐渐走向衰落，各部落首领纷纷叛离。与此同时，在黄河下游，商部落却逐渐壮大。公元前1680年，在位9年的夏孔甲去世，其子夏高继位。夏高勤于政务，试图挽回夏朝的颓势，但成效甚微。公元前1669年，在位11年的夏高去世，其子夏伐继位。在他的统治下，夏朝与方国部落关系恶化，氏族内部也纷争不断。公元前1652年，在位17年的夏发去世，其子夏桀继位。此时夏朝已是甚是可危，而夏桀却缠绵于奢华淫乐，而此时的百姓却生活艰难。公元前1606年，商汤率领全国部落讨伐夏，夏军溃败，夏桀被流放，并最终死于庭山。此经历了400多年的兴衰繁荣，17位国王执掌的夏朝由此彻底覆灭。尤其对于夏朝的记载，毕竟《史记》成史书时，距离传说中的夏朝已经过去了1500多年。那么，《史记》的真实性是否像人们怀疑的那样？它的可信度到底如何？我们从它对殷商时期的记载就能推出答案。在没有关于商代的考古发现以前，人们对它存在的争论就像今天对夏朝的质疑一样，尤其是部分国外学者，他们用自己的那套理论直接予以否定。可是随着甲骨文的出土以及殷墟遗址的发现，人们通过对司马迁的记载和出土的甲骨文进行比对后，终于确立了商代是中国历史中确实存在的王朝。史记殷本纪的真实性因此得到了肯定。甲骨文是当时非常成熟的文字，它具备着当今汉字的全部造法。然而，成熟的文字必然要经过漫长的演变经过，因此甲骨文就不可能突然出现在商朝，在它之前一定还存在着另一个王朝。1959年，考古学家在河南偃师境内发现了二里头文化遗址。通过对这里的文物发掘得知，此遗址距今已有3500年到3800年，相当于历史文献中记载的夏商时期，被普遍认为是夏朝的都城。里面不仅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和陶器等文物，还发现了宫殿、住房以及各种生产作坊等建筑标志，种种迹象都在表明夏朝的存在。可惜至今都未发现关于夏朝的任何文字性线索，依然让一部分人保持着怀疑态度。那么二里头遗址是如何被发现的？这还要归功于史书的记载以及考古学家徐旭升。他于1959年在史料中筛选出了30条有价值的夏朝记载，然后根据对比锁定的河南洛阳盆地基附近，认为这里很可能存在着夏朝都城的遗址。徐旭升因此展开了详细的勘察，终于在一个未完工的池塘中发现了二里头遗址，更加证明了史书对夏朝记载的可信性。除此之外，春秋时期齐国的书仪钟上就刻着先有九州楚域之序的文字，意思是禹奠定了九州的基础。
这里的禹字便是史书中所记载的夏朝第一任君主大禹。还有2002年在海外发现的西周文物随公序，上面刻着一排天命禹夫图随山峻川的文字，大概意思是上天命大禹部署和规划天下土地，顺应山势，疏浚河川。这里所说的应该就是大禹治水。通过这2件事就能看到西周对于夏朝的肯定。还有史书对夏朝事迹以及重大事件的记载有着完整的体系，无论是血缘的延续还是政治的传承，它们之间都有着密切的关联，绝非是只言片语的记载。假如夏朝是被编造的历史，且不说不留下任何漏洞的难度，最起码要有一个编造的理由。包括商朝的出现并不是凭空冒出的，一个青铜文明高度发达且组织相当完善的朝代，唯有商汤灭夏才更加符合古代国家形成的历史潮流。至于出土的商朝的甲骨文中为何没有提过前朝，这就要明白它的真正作用。这些甲骨文都是用于占卜国家大事的卜辞，并非是记载文献的档案。就好比当今的项目规划书，里面不可能记录着关于清朝时期的历史，所以出土的甲骨文中没有夏朝的记载也很正常。综合以上几点来看，我个人比较认同在商朝之前还存在着其他政治体系，它的名字也许还有着其他的叫法，只是被现今的学者命名为夏朝，而西方史学界不承认这点，无非是对论证的标准不同，或是某种复杂的心态在作祟罢了。